临床社会工作者利亚·阿吉雷认为，创伤会影响看待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方式，这反过来会影响与他人的关系和反应。所以，毫不奇怪，创伤会导致适应不良性行为和思维模式，阻碍与他人建立健康、有意义的关系，无论是浪漫的还是柏拉图式的。尽管美国心理学会临床的定义仅包括威胁生命的经历，如灾难、事故、袭击等，阿吉雷说，创伤可以概括为任何威胁到身体或情感安全及幸福的压力事件或经历。所以，记住，创伤可能是主观的，会以不同方式影响我们，这点很重要。如果有未愈合的创伤，可能会在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出损害恋情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想了解更多，那就看看专家认为的创伤会破坏爱情生活的5种方式吧。1、缺乏信任。所经历的创伤的性质，有时会导致一个人对自己或他人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情绪，比如被虐待、抢劫或袭击。这会让人将世界视为一个危险的地方，质疑他人的意图，并不断寻找警示信号。阿吉雷说，但安全感对于建立我们浪漫关系的坚实基础很重要，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真正的亲密或情感上的亲密。2、自卑。创伤影响爱情生活的另一方式是削弱自我价值感和自尊。临床心理学家兰迪·冈瑟博士说，经历创伤自然会让人感到悲伤和沮丧，这会恶化为羞耻感和自我限制的信念，可能会觉得发生的事情是自己的错，是咎由自取，或者应该做更多来阻止它，或与之抗争。这些有害的观念通常会导致认为自己不该在一段幸福的恋情中，或者自己不够好，配不上自己爱的人，因为这会带来一种熟悉的感觉，也可能在认可和有毒的关系中找到安慰。3、控制行为。按照临床心理学家、自助作家吉尔·维珀博士的说法，创伤会导致不健康的恋爱行为，如粘人、依赖和对另一半的过度控制。如果创伤与背叛有关，比如在过去的恋情中不忠，这种情况尤其常见。对于那些被欺骗和欺骗别人的人来说，发展出与伴侣保持联系的强烈需求并不罕见，甚至试图控制他们做什么、去哪里、和谁在一起。4、回避冲突。和上点类似，吉尔·韦伯医生解释说，过去遭受情感虐待的人可能会变得极端矛盾，这对夫妻关系是有害的，因为夫妻需要学会如何以健康方式解决分歧，而不是回避冲突。也是了解自己和伴侣在价值观及目标方面能否求同存异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一方仍然备受情感创伤的折磨，可能会因为冲突的想法而感到恐慌，并且被最轻微的分歧触发，因此可能会忽略危险信号，并尽可能长时间压抑真实感受。但在学会和伴侣解决问题之前，恋情肯定会受到影响。5、孤独。最后，可以说，创伤影响我们恋情的最具破坏性的方式之一是，它会引发持续的孤独感。根据心理健康专家利亚·阿吉雷的说法，这是由一种潜在的信念造成的，即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当事人所经历的事情，所以很难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创伤引起的孤独的其他例子包括努力留在对自己重要的人的陪伴下，感觉不被他们看到，或者感觉不属于他们，无法享受身体上的亲密，无法努力在感情上投入恋情。小伙伴们对这支影片有什么看法？我们影片中讨论的观点是否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如果你的生活中有未解决的创伤，正在伤害你的恋情，要知道还有希望，创伤是有可能治愈的。按甘瑟博士的说法，好消息是，只要夫妻彼此关心，他们就能经受住任何挑战。